嗨，大家好，欢迎又来到现代海客的频道。今天又是我们慢活日常了哈。那么这个慢活日常主要就是跟我每天的生活比较相关的一些题材。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天气并不是很好哈，有阴天，然后而且我今天也是比较晚出来走路了啊，我下午才出来走路。那么有点阴凉，所以呢，今天我不会在外面待得太久。我可能很快速的走个30分钟，快走之后呢，我们如果有些问题，找个地方坐一下，然后把这个一些朋友最近问我们一些问题呢，来做一个解释哈解答。那么我们待会见喽。好。今天公园真的是比较清静一点啊，因为我想因为天气有点冷了啊，今天没有什么阳光，那么天气有点冷，所以出来运动人不多。不过今天我也比较晚出来，今天真的是天气比较不好。OK， 这种天气之下呢，快走其实更舒服，因为它不会让你冒很多的汗啊，那它会让你这个清清凉凉的，反而能够走得更久。好吧，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天走的过程，但是。就像我讲的，因为可能我们待会儿需要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别的一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好了，我们终于结束快走了。那我们现在就到一个运动公园旁边的这个 Richmond 这个 library 啊，一个图书馆坐一下。那边顺便跟大家让他看一下 library 里面的状况啊。大家会跟我们以前所熟悉的 library 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这 library 比较新，比较配合family 跟小孩、年轻人啊，那么可能跟我们传统想象的大学里面的或者是公家机关里面的 library 的样子不太一样啊。anyway 让大家参考一下咯。library 门口的啊。这里也算是我们这边这个小城市的文化中心啦，因为市政府啦，还有一些community center 啊，还有这个一个小的艺术中心都在这里面。那就是我们的图书馆里面哦，是不是很 casual 啊？我记得。以前在疫情前呢，它的门口还有卖一家这个很有名的 coffee shop 在那边啊。有时候上完图书馆顺便喝杯咖啡是蛮轻松愉快的。到2楼去，因为图书馆的人还蛮多的，我必须戴起耳机啊，这样子可能你会听我讲话声音清楚一点，因为不能讲太大声。找个地方坐一下。OK。其实我忘了带那个 library card 要不要到？其实呢，到这里面可以让你上，可以找这些做，像是你的。好的，看看，那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了。那我们正在这个 library 里面，所以我讲话不用太大声，因为用耳机啊。那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些问题，就是有朋友就问我啊，就是看你常常做一些菜啊，野炊做菜啊。那我也解释过为什么喜欢野炊，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 outdoor 的一些活动。那野炊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啦，那环境我比较熟悉，要煮什么样的东西，要怎么熟，我比较知道。那可能跟我从小长大就是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不是很乡村又不是很城市的地方，那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carefree 的地方，没有关系。那我就可能喜欢玩火啊，喜欢以前就在野外就喜欢烧一些生火，然后就烤一些烤肉啦，或者是烤番薯啦啊。那
如果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环境啊。那么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就是因为你在澳洲煮东西，那第一个你必须要担心这个油烟的问题，那还有就是你会看到我在kitchen cooking 的时候，那个抽油烟的声音非常大声，那我要讲话解释可能不清楚，通常都还要第二次的再重新的旁白，才有办法把一些东西讲清楚。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本来就是outdoor 的这种 cook out 的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文化了啊。那它就是另外一种 barbecue，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就叫 barbecue。那其实 cook out 的这个区域的人他们会常常讲 cook out， 其实它意思跟 barbecue 很类似，也就是一个很多朋友 family 聚在一起，然后在院子外面来做一个烹饪的工作料理然后大家一起欢乐，一起这个畅谈无忧无虑的所以这个就是 cook out 的由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文化。那希望今天这样解释你们了解然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 comment 留言给我或者私底下跟我讲。那反正我如果能够有什么，我欢迎各样的问题问我啦。就是反正我们都是分享嘛，分享我们的生活而已。我们并不是要去这个就是推销一种食物啦，或者是推销任何产品，我没有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分享生活上的一种分享，尤其是退休之后。要有自己的爱好跟喜欢的亲人跟朋友在一起那只是一种生活的分享，就这样 OK。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料理，就是紫薯高丽菜饭那再加上一道羊味菱角的萝卜汤。那首先呢，很简单，我们就是先煎个荷包蛋。那这荷包蛋随便你怎么煎呢，你觉得好吃就好了通常我会多放点油，因为油香味会让这个蛋有点焦焦的，蛋黄也不要太过熟。那接着把荷包蛋拿起来之后，我们就继续用这锅油呢，有蛋香的油呢来炒我们的萝卜丝。红萝卜丝就给它炒到有点软然后萝卜的香味出来。那因为一般来讲，台湾我们还是炒高丽菜的时候都会加这个红萝卜的丝那增加这个菜的甜味了。当然也不要忘了要准备几颗蒜头，然后切碎让它有蒜香味那因为这是快炒菜了，所以都不要炒太久那炒了香味之后，你就是可以放点盐巴、胡椒，稍微调味那最后当然就是把高丽菜记得要一片一片剥下来然后放进去，那稍微炒一下其实高丽菜这样子光是炒是不会熟的了那我们一定要加点热水进去让它焖一下而且切记一定要加热水千万不要加冷水然后可以看我们现在炒只是为了让它菜叶能够跟那个锅面接触一下，让它有一点点这个香味出来。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把它们加热水，然后要焖一下。好，看我这个是煮开的热水放在保温瓶里面，我们加一点然后就给它盖起来。那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知道吧？高丽菜会稍微软，那我们就是把它搅拌一下，稍微搅拌一下。那这搅拌是为了让这个蒸汽呢能够更均匀的跟这个菜混合在一起。其实这时候高丽菜已经全部细胞分熟了，只是我们再给它小小的焖一下，会更好吃也不会失去它的脆味。滚了就是那个羊肉汤，然后加上萝卜的这个汤已经滚了之后，我们就放入我们
菱角哈，因为我们这边菱角没有新鲜的，只有冷冻的，那我们就放一些冷冻菱角进去，然后就把它盖起来，这大概2分钟就会好了。那我们再回来看看高丽菜啊，焖的结果，你看高丽菜跟萝卜都全部熟了，而且已经都软了哈。那你就可以试试味道喽啊！如果你觉得不够咸，自己再加点盐巴跟胡椒。如果够，其实这应该是已经很甜的了啊。那我们回来再看看这锅汤啊，你可以看到那个 OK 菱角也几乎都已经这个熟了啊，那就可以把这个菱角捞出来，放在我们碗里面。这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羊味菱角萝卜汤。别忘了加一点切碎的这个香菜，香菜梗，然后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这是一碗非常美味的羊味菱角萝卜汤。好，我们来现在看看我们的紫薯饭也煮好了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我们的电锅啦，然后就像我们台湾煮这个韩鸡本一样啊。我是比较怀念台湾的黄金番薯了啊，但是这个紫薯也不错，也蛮甜的啊。反正就是健康了。哎呀，你可以闻到这个饭香跟这个紫薯的香味哈融合在一起，还有这个蒸汽的，冒的差点把我的这个镜头都熏的雾了啊，真是非常非常的香啊，而且看起来就很健康。菜都。这个高丽菜炒得脆脆的啊，然后这红萝卜也是脆脆的，保证好吃啊。那其实这个高丽菜炒法是我老婆教我的啊，我练了好久才练会的，因为她老是嫌我的高丽菜炒得不够脆，那我这次终于炒得，看起来是蛮脆的，吃起来应该也是蛮脆的。终于完成了我们的羊味菱角萝卜汤，还有我们的紫薯高丽菜饭。OK， 是不是很容易啊？那也不花你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这顿饭准备好了。那么喜欢的话就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还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OK， 那继续follow我们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喽。